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大家，这周过得好吗？台湾新年年假放完了，大家也都收工了，空气中总是有一种不想上班的氛围，更别说是那些昨天才从其他地方开车回家的人，想必因为塞车的关系，一定是累翻了。那说到塞车这件事，在台湾一点也不稀奇，因为台湾地也不大，人口又集中在都市，所以塞车这件事真的很常见。虽然说在台北或是新北这些地方有着很方便的捷运和公车系统，但是当要开车去其他县市的时候啊，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开车。虽然像搭高铁或是火车也是蛮方便的，但对于开车开习惯的人，以及如果碰到要抢票、不想要人挤人的人，也是把开车当做最优先的选项。加上疫情过后，我也觉得开车好像比较安全和舒适，不用在大众运输上面戴着口罩，又害怕旁边的人打喷嚏啊、咳嗽什么的。像是我家人就有很讨厌坐捷运的人，即使知道去的目的地很难找到车位，还是宁可开车去。这应该都是看个人的习惯和喜好吧。那么塞车这件事最常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不用多想也知道，在上班和下班通勤的时候是最塞的。无论是平路还是高速公路，基本上都会被称为尖峰时刻。如果想要避开这种塞车状况的人，要就是提早上班，不然就是比别人晚上班。所以现在许多公司有弹性上班时间，对于开车族应该是一大福利吧。而像这次过年这种连假的期间，也是塞车到不行，比平常上下班时间的那种塞车还要严重许多。像是放假的第一天，许多人想要返乡回家过年，或是初二的时候有所谓的回娘家，就是结婚的女生回到自己妈妈家的习俗，这一天也是会大塞车。而在收假之前的一两天，也一样难以预测的塞。其实很多人都因为怕塞车，选择半夜上高速公路，想要避开人潮。但是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的人越来越多了，现在连半夜都是塞得满满的。记得某一天我查了高速公路塞车的情况，甚至有塞到时速只能开到20公里的状况。另外也有许多朋友回报，从原本只需要开1个半小时的路程，变成开了3个半小时的情况。开车的人也都累惨了。不过幸好台湾的高速公路上有许多休息站，而且这些休息站不是只有厕所而已哦，而是有各种吃的、喝的和逛的。所以即使累到不行，也可以选择到休息站去吃个东西，在车上睡一下，也是对开车族的一个福利哦。那有没有办法避开过年的塞车呢？其实台湾的政府都有在过年前就发布了交通疏导的措施，建议民众在指定的时间和道路出发，以避免塞车的情况哦。另外也有所谓的高承载这种措施，规定一辆车里面一定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上高速公路。所以如果你是刚新婚的夫妻，只有2个人，就不能在某些时段内开车上高速公路，算是一个大家都知道要避免的规则。另外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例外的措施，只有在新年期间有开放，方便民众返乡或是旅游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塞车的状况还是很严重，所以也是有许多人选择搭乘高铁、火车或是客运，当做替代的方案。不过，像是高铁，因为票早在开放购买的时候就被抢光光了，许多人都是买所谓的自由座，也就是有部分的车厢是没有指定位置的。买到自由座的人可以上车之后再选择空位坐下，但也就因为太多人想要上自由座车厢了，导致整个车厢都爆满。除了座位满了以外呢，站着的人几乎占满了整个走道，也有甚至跑去对号座的车厢站着的人。这点有许多买对号座的人感到不开心，但也有些人觉得应该要互相体谅，算是新年期间很容易发生争执的一个交通工具吧。
总之呢，如果很讨厌塞车的人呢，真的要提早规划，或是尽可能在冷门的时间就出发，也可以在新年前后请一天假，避开其他人潮，也是许多人选择的方法哦。那么其实我今年都待在北部，没有往南部或是其他地方旅游。不过从小到大，我经常都要和家人返乡过年，而且是台北到高雄这个距离，几乎是整个台湾北到南的距离了。而因为家里又一直都有养宠物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都是开车回南部。毕竟宠物要坐车比较麻烦一点，即使可以放在袋子里或是笼子里，一直要提着也是很重的。所以说每次开车回去呢，都是要想好几点出发，比较不会塞车。过往如果不塞车的时候，大约4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。这期间可能只有中间去一次休息站而已吧。但是有曾经因为没有安排好，导致塞了10个小时的。对于容易会晕车的我，真的相当痛苦。当然，对于开车的人来说，应该更痛苦吧。所以我都尽量保持清醒，和开车的人说话，或是帮忙放音乐等等。总之，也就是因为这些经验呢，之后就变得比较不想要每年都回去，或是就选择坐高铁，早早把票抢好。虽然票比较贵，但是真的轻松许多。我相信现在有许多年轻一代也比较少返乡，应该和这个有关吧。所以说，台湾这种塞车的状况真的是蛮恐怖的。那么听完这些，你觉得台湾这个塞车有算很严重吗？你们所住的地方也有类似这种情况吗？欢迎留言分享，让我知道咯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